掌门师兄，下人凶狠残暴，杀性太大，此等心性与我灵符门之德性不符，还请掌门降法。此乃刑法殿肃穆之地，你此等笑容是何意味？堂堂一个长老说出如此可笑之言论，难道不该笑吗？那些流匪恃强凌弱，所过之处百姓家破人亡，年轻女子被玷污遭受暴行，此等恶举不应被惩处。刑法长老，你儿子灵和处处落后于我，硬拼不过，就开始从道德层面找问题，借口更是荒谬，天赋不行，这是硬伤。家人，你不要歪曲本长老的意思，老夫说的是你不分老幼大开杀戒，那其中有多少幼子皆是死在你手，他们还小，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辈修行人可不是为了滥杀无辜，恶就是恶，不分男女，更不分老幼，他们手上沾了血就该死。改过自新，下辈子再改吧。被他们祸及的幼年百姓，你不去曾言论，现在道童请起了流匪。林长老，你应该去寺庙将佛像搬开，你坐在那。掌门师兄，看看你的徒弟，自恃天赋，顶撞长辈，无法无天。一个掌门亲传一个刑法长老，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唇枪舌战，灵符门还有没有规矩？掌门，下人下身除恶大功一件，然手段心性确有不妥，门派理应遏制此等风气。若不然，将来弟子效仿，后患无穷。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哼，弟子就是弟子，再优秀也是。今天当着众弟子的面言语反击，顶撞长老，此乃大不敬。若其他弟子学去，何以立威？师就是师，长就是长，无论师长对错，弟子都当以恭敬待之。掌门师兄，众亦如此，并非是师弟针对虾人，还请掌门师兄定夺。虾人下山除恶虽有功，但手段狠辣，师长教诲全然不听，便责令在后山禁修半年吧。掌门英明。虾人签下认错书，即刻去后山。没错，签什么认错书？5年前，虾人来到这个能修行的世界，拜入宁州三流宗门灵符门，凭借出色的天赋成为掌门亲传，将同辈的弟子完全碾压。可太过于优秀，便会遭人恨。混账做错事也就罢了，如今你连尊师重道都不懂了吗？除恶接近便是错，为自己开口发声便是错。尊师重道可不是不分黑白。林怀古为了争纳下一代掌门，替他小可爱儿子屡屡出头，明害暗陷于我，您不闻不问。我天赋冠绝整个灵符门，为门派立过功，长过事，您不仅没有优待，反而处处让我以掌门亲传多加忍让。师傅，我是来学能耐的，不是来受气的。今日之事，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没错。哼，你没错，错的是我。既让你这悖逆师长的小可爱进入了灵符门，这么多年为了对其他弟子显示公正，确实未给虾人一丁点的特殊待遇，但那又如何？身为掌门弟子，便应该有这种格局。我可是掌门，要顾全大局，何况自己能收他为徒，本就是天大的面子。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个掌门师傅对你苛待，那从今往后你这个弟子我不要，往后你就是普通灵符门弟子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我这个师傅，你是否还能进展神速？师傅，入门5年，您教导了我什么？您指点普通弟子的次数都比我这个亲传多，这门派真是看透了。起初以为自己师傅不过是好面子，在乎门派大局，身为掌门，这也能理解。可现在看来，当初我错了。这方清正就是一个拥有表演型人格的伪君子。命运抉择系统开启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请郑重选择。选择1，留在门派，奖励道具蓝铁符箓3张，消耗道具。选择2，退出门派另寻他路，奖励精品功法刀剑，以刀器为弓，学习后可为武修。系统天台加金手指，卧槽，这不起飞了！我选择2。此界修行分念修和武修2大派别，共9品境界划分，9品最低，1品最高。念修以灵气化为精神力修行，可冥符、玉器、结阵等等；武修则是依靠修行功法，使灵力存于肉体当中，获天人之力。系统奖励的功法品级更是顶了天，无论是符箓还是阵法，亦或是功法、丹药、宝物，皆以金、紫、蓝、黄、白分为5品。天赋强大，加上开挂，简直不要太香。没想到我方清正一心为门派弟子平等而努力，竟被我的亲传弟子恶意揣测。家人，虽然你恶语相向于我，但为师大人有大人，愿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认错，主动去后山，我可以网开一面。
我心性残暴，违反门派之德，恶意揣测师长，公然顶撞长老。鉴于此等恶举，从今日起，我自逐出灵符门，以示门派威严，以护师长之威。话音落下，大殿内外一片死寂，几个长老脸色骤变，林怀古瞪大眼睛，那遏制不住的喜色涌动。不是以那破借口责罚自己吗？不用责罚，我自己走。天台加系统，挂上挂，跟你在这废话。虾仁，你师父也是疼爱你，所以才如此开口。师徒之间，万不可往心里去。说的是虾仁师侄，有什么都好说。责罚这种事，咱们都可以商量。刚才的几个长老立马换了副面孔，出声挽留。他们只是想让虾仁受到毒罚，并不是想让虾仁离开灵符门。这些年宁州门派比试上，灵符门名列前茅，都是因为虾仁。如果虾仁真的退门，今年他们的比试必定下降，这不仅影响门派名声，更影响实际利益。切，孩子死了，知道来买了，糟蹋马干什么去了？掌门，你快出声啊！看来有这种认识，也算不负我的一番教导。灵符门驱除此等暴虐之人，也是好事一件。但虾仁，往后你出了门，若再打着灵符门的名号，莫怪我清理门户。虾仁是个孤儿，在灵符门待了5年，现在不过是因为年轻气盛，等他气消了，自然会回来跟自己赔罪。放心，绝无这种可能。宁州上一个小小的3流门派，这些年有了我才名声渐重，现在还装起来了。老子要天赋有天赋，要系统有系统，不把我当祖宗供着，那都是高层瞎了眼。现在还要责罚我，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天眼了。林怀古，欺人太甚也。妾满嘴仁义道德，实际上善妒易怒，能装能演，为了目的啥都干得出来。师兄，用不用寻虾仁？万一他加入其他的门派？他敢？此事不用你们管了，他想走就让他走，不分时局，不识大体，简直愧对我的培养。区区一个认错罢了，认了又能怎？我怎么就交了这么个白眼狼？灵儿从潞州也该回来了吧？回师兄，明日就到了。等灵儿回来，虾仁的事情让他去处理吧。是。说来说去，方清正这不还是怕人家真跑了吗？他自己在大殿装的大义凛然，然后让他女儿出面去寻虾仁。那林怀古那老家伙此次公然对您发难，我们如何报复？他不是想让他那个儿子上位吗？那就赐林和亲传大弟子之名。我倒要看看他那个儿子拿什么比得了虾仁。无能之辈强行上位，终究会自食其果。下个月便是宁州门派大比，虾仁即便回来，我也不会让他参加。到时候就让林怀古丢人去了。方清正对虾仁愤怒归愤怒，但事实上，整个门派只有他对虾仁的天赋是最清楚的那个。如果不是方清正压制，虾仁的境界可就不是7品眼灵境初期，后期都有可能。等虾仁回来后，得找机会让他修行暂缓，否则不出几年，我就要控制不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青城郡客栈天字房内，虾仁盘坐在床榻，周身无形的风锐流转，床沿内细碎的刃口无而现。虾仁猛地睁开眼，那一瞬，凛冽的寒芒乍现。刀经一腾，面武双修已成。这刀经不愧是系统出品，不以物所类，以经脉为刀，以身体为刃，举手投足间便是杀招。修行的更是多少刀，刻梦已久的刀气，一层一重天，如今才1层就如此强了。到达9层人刀合一之时，无人可敌。自出出门，你这小子有些意思，下来聊聊吧。本官诸葛神风。大禹宁州镇五台的镇守使诸葛神风。大禹作为中原一统王朝，地域广袤远超前世，光是一个宁州就已经堪比前世1半的面积。像这样的州大禹有49个。大禹历朝定天下后，修行者趁着乱世刚愎，随心所欲，甚至有些修以人命练功。于是名为镇五台的暴力机构被推出，处理那些为祸百姓的修行者，同时抑制修行门派。这种朝廷的大人物卡着时间来找自己，难不成是来招揽自己的？问题是诸葛神风亲至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虾仁见过诸葛大人。坐。虾仁，成建1年出生于宁州原化于三田县。成建11年，父母遭流匪袭击，双双被杀。成建18年拜入灵符门，同年入9品7灵境。17岁突破8品荣灵境，20岁突破7品眼灵境界。宁州门派大比，获得1次个人第3，1次个人第2，1次个人第1。因出色天赋而被灵符门刑法长老多次针对。镇五台总部在大禹皇城，由总督坐镇，其余49州划为4个大区域，每个区域设1名总镇守使，辅佐总督管理镇五台事务。下面的49个州各设1名镇守使，州下每个郡设1名监察使，2级各有3到5个副使，再往下就是统领。许多经历我自己都已经忘了，镇五台果然无孔不入。3年前我到任宁州，你第1次参加宁州门派大比，那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你的天赋不错，但性格与门派弟子有些不同，不如加入镇五台。功法资源甚至是女人都比你在门派得到的更多，且不会有人道貌岸然地指责于你。
考虑考虑。朝廷鹰犬，前世这伙可是抢手的很，没想到今世那么快就可以吃上朝廷饭了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自由。命运抉择出现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且郑重选择。选择一，加入正舞台，奖励金色技能虚空凝符，无需笔墨，随手念符。选择二，拒绝招揽，另寻他路，奖励子品功法，大天魔掌，魔功极攻，入门极快，威力极大。在下幼年多受官府恩德，如今诸葛大人看得上，在下愿为诸葛大人赴汤蹈火，嘿嘿，真香。灵符门暗探对虾仁的评价是宁折不弯，为人刚直不经变通。可目前这番话听来颇有意思啊，点名是为自己效劳，并非是朝廷，也不是正舞台，这和暗探的评价根本不符，倒像是个官场的老油条。不错不错，暗探都没有摸透这个人。诸葛神风眉头舒展，露出笑容。身前这个20岁的少年给他带来了2次惊喜啊！正舞台是朝廷机构，在朝廷大家都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，老实人那是用来背锅的。你和本官想象中不同，因为您亲至，所以在下表现的也区别于寻常人。呵呵，你这家伙有意思。老五带他去办手续，安排住处，2日后带他去青州镇舞台教场。行。这次还真是没来错。宁州的这些门派眼界太窄，明珠在旁却不知，那灵符门更是可笑之极。虾仁的天赋，就算是放在天才浩瀚的一流门派，也算上乘，何况他还是念武双修，前途无量啊！不过这虾仁怎么会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？奇怪。名门长大的诸葛神风非常明白前期投资的重要性，虾仁很有投资价值。老六告诉老五，安顿好虾仁后，拿我的令牌去宝阁，将那2子品符箓交给虾仁，再给他1颗运灵丹和1本念修功法。是，二爷。灵符门作为这宁州唯一一个念修符箓门派，奉为传承至宝的，也不过就是3张蓝品符箓，功法更是黄品。这诸葛神风一出手就是2张完整的紫品符箓，还有灵运丹，念修专用的蓝品丹药。只听说过没见过的丹药，这里太重了，将来我要付出的远超这些。人生在世，皆互相利用而已，有利用价值，这就证明有向上的机会。什么？萧师兄自逐出门了？过2日，你拿着寻灵符去问问他是否醒悟。若是醒悟了，就将他带回来认错，为父可以既往不咎。父亲，萧师兄虽然顶撞师长不对，但你也不能让他自逐出门啊！这不好了，掌门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儿啊？虾仁加入镇舞台了。不可能！宁州镇舞台传出的消息，其他门派都已经得知，确切无疑。据说是诸葛神风亲自招揽。方清正的瞳孔中满是不敢置信。虾仁昨日虽然说出自逐出门，但在他的预想中，对方也就是趁机抒发压抑已久的不满而已。他压根没想过对方会加入正舞台。灵符门亲传大弟子成了朝廷鹰犬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这个孽障辱我灵符门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掌门当尽快定夺案，如今外界议论纷纷，我亲自将那个孽畜带回来，让他谢罪。掌门呐，你去了镇舞台，那事可就大了。诸葛神风狼子野心，本就对我们宁州门派有所图谋。您这要是冲去，不正落人口实，直接说您造反，那个时候别说我们灵符门这个体量，就是一流门派也承受不了啊！我带回我门内逆徒，合情合理，谁敢拦我？父亲，您消消气，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误会。我先去找虾师兄，如果此事是真，我一定让他回来。方莲说完，方清正的表演是挣扎，立马变得轻微。让他给我滚回来！莫在外丢人现眼。要加入这舞台也可以，那就让他将一身所学还给我。虾仁若是回不来，往后门派就靠你那个儿子林怀古。下月门派大比，若是你儿拿不回第一，我必请掌门令治你的罪。你那儿子也别想跑。切，又不是第一次认识你，不就是觉得丢了你掌门的脸吗？嘿，伪君子，甩锅真快。哎，方清正要是昨日露出此等态度，哪里还有这些事？来人，将虾仁的寻灵符带来，交给灵儿，要快。武大人带着的那少年是谁？我咋从没见过？老牛，你怎么如此孤陋寡闻？那少年名叫虾仁，灵符门亲传大弟子，诸葛大人亲自招揽进咱们正舞台的。他便是虾仁，咱们门派入朝廷的又多了一人了。人家和咱们可不一样，咱们是主动来投，人家可是被招揽而来。有啥不一样？他不也是朝廷鹰犬吗？在这可没有什么亲传弟子。以官职而论，他一个毛头小子，见了咱们兄弟不也得行礼？拜见大人。
站在下面的虾仁将这一幕尽收眼底，那种视觉冲击难以用言语形容。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着什么叫做权力。醉卧美人稀爽不爽他不知道，但他窥到了一丝行掌天下权的感觉，确实挺爽。本官接到唐总使的命令，我们宁州将成为重新制定门派规则的代表地域。侠以武犯禁，大于建立之时，圣祖为了尽快稳定天下，不得已和修行门派达成协议。修行门派以等级划分，门派的建立之地方，原数10里乃至100里、1000里，皆给他们自治。但经历这些年，这些门派不仅没有治好，反而凶残暴虐之徒借助这种机会逃避流窜，百姓苦此久矣。根据我镇武台的统计，凶徒中大多是门派弃徒，有些人更是以门派之法凌驾在国法之上。这种规矩是时候该换了。镇武台这是要撕碎门派和朝堂间的最后一层遮羞布，这或许是一场变革。不过宁州这种僻壤之地，没什么大门派，倒也合适。门派的区域权要撤，门派的监察权要给，此事不好办，可办好了，平步青云，大家也放心。咱们镇武台师出，不能无名。这里面记录的皆是我宁州各门派中触犯律法之人，从前碍于规制，放任他们由门派自行降罪，但结果呢？他们在门派来去自由，这些便是我们的名。赵莽大人，你出身于宁州门派之最的断刀堂，本官准备将所有门派转来的人皆归于你的手下，由你去将人眷捕归案，和门派谈判。此事你可能办好。听到诸葛神风的话，城府郡监察使赵猛的额头冷汗狂冒，支支吾吾张不开嘴。这可是宁州名人啊，以前是断刀堂的一个长老，因为和老堂主的小妾苟且，被老堂主以重金追杀，万般无奈下进了镇武台，七品眼灵镜后期的实力，不过智商堪忧，支支吾吾就是不开口，这不打诸葛神风的脸啊。命运抉择出现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请郑重选择。选择1，出头张松，奖励精品炼体功法，不动冥王身，身经万难，岿然不动。选择2，默不作声，奖励此品宝物御风刀，附带风属性的精品兵器。又来了，这命运抉择还真是每个选择都关乎我未来的每一步。2个选择，后者保稳，前者激进。奖励越高，那风险必然越大。可世间万物不都是这么个规则？想要奖励又怕危险，那要系统干什么？娶妻生子，最后老死不就得了？教场高台，诸葛神风的表情渐有不满。他在这宁州3年，赵猛在他手下一向得力，诸葛神风赏赐无数，没想到在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迟迟不应。赵猛，本官问你能否办妥？你难不成是哑巴了？跪倒在地的赵猛头也不抬，也不作答。诸葛神风的脸色已经冷至冰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缓缓响起：“属下刚入镇武台，希望大人能给一个机会。此事属下愿接。”这家伙今天才进镇武台，连个统领都不是，就敢揽这种事。诸葛神风之所以点赵猛，那是因为门派出身的那些人都服赵猛。虾仁毛头小子一个，他以为自己是猛龙过江了，不知死活。赵猛猛地直起腰看向虾仁，眼神里狠毒浮现。他是不想干这件事，但他知道诸葛神风有能力护得住他。他迟迟未开口，不是不去，而是在等着诸葛神风提价。虾仁，你有这个志气不错，但你想好了？回大人，属下想好了。传本官的命令，划给虾仁一处院落，建临水郡镇武台，升虾仁为预备监察使。我宁州镇武台所有门派出身之人皆归于虾仁统领。大人，虾仁出入寸功为例，这是否有些不合章程？哼，非常之事当行非常之法，此事过后不就有功了？要不崔大人推荐一人顶替虾仁？大人说的是下官还是目光短浅？那就开始着手去办吧。你们都是我镇武台的中流砥柱，清楚泄密是什么后果？谁敢提前向门派通风报信，别怪本官无情。法度不仅对外，同样对内。恭送大人。诸葛神风离开后，跪在台上的赵猛站起身，目光死死盯着虾仁。切，邓鸡毛啊！你不干还不让老子干！见过萧大人。五哥，您就别打趣我了。虾仁，你可是咱们镇武台有史以来升官最快的，入门第1天跳过了校士，跳过了统领，跳过了监察副使，直接就是预备监察使。不只是宁州，其他州我也没听说过。走了，二爷让我带您过去。坐吧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尽力给你协调。诸葛大人能杀人吗？这家伙年龄不大，但是杀气不小，这些你自己定夺。但在宁州镇武台不能成为众矢之的。明白了，其他倒是没有什么需要的。
你这家伙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派个人，他在宁州任职多年，对于这弯弯绕绕清楚。多谢大人。老吴已经划给你一片院子，那暂时就是你的地方。过2日，你的人就会到。这件事的重要性你清楚，尽力而为。若干好了，功劳奖励少不了；若是失败，我会派人将你送出宁州，安排在其他地方。这倒不像是一个朝廷官员说出的话。多谢大人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哦，对了。怎么？可是临摹有问题？不是，我已经临摹完成了，往后慢慢感悟。多谢朱大人的礼物，虾仁记下了。他刚才说啥？二爷，他说他临摹完了。临摹完了，虾仁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欺骗自己，这只能说明他的天赋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强大，真是个人才，会办事，还懂人情。我们二爷虽已入朝廷多年，但是那爱财的毛病依在。按照二爷的性格，估计下一步就是家中寻找适龄女子了。二爷，赵猛会不会因为此事记恨虾仁，从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？他若是有其他的心思，自寻死路。2日后，临水郡镇武台挂牌成立，虾仁穿着一身崭新的监察使官袍，坐在中堂门外，身旁站着诸葛神风给他派遣的助手。几时了？回大人，刚过辰时，一时已到。关门。我们人还没来，怎么就关门呢？虾大人那都是看不起我的。虞姬入内者死。虾人不是先俘虏了聂远雄吗？怎么会这等霸道刀削？哎呀，我这老骨头哟，都差点散架了。这少年监察使的杀性着实不小，根本不像从门派里出来的。点名门外的人单独记录，假个点出现，明显就是早就到了，故意这样让我难堪。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，反之同理。虾大人，你有诸葛大人当靠山，就能随意对同人动手，这和镇武台的律法不合。是不合，那又如何？你可以去告我啊！诸葛大人的官邸在哪？不用我告诉你们吧。大人，我们不过是路途遥远，迟到了片刻，你也不至于这么严苛吧？是啊，大人，我们郡距此地遥远，并非是有意迟到。大人身为最年轻的预备监察使，又和我们一样门派所出，何必对我们这么苛刻？放我们进去吧，我们站在门外，其他人看到对您名声也不好，不是？虾仁坐回椅子上，也不发声，就听着他们说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那稀稀拉拉的声音渐渐消失。说啊，怎么不说了？大人，您到底是想要我等如何？这些人的语气没有刚才的轻浮刻意，他们本身在门派已经混不下去，要是再从镇武台被驱除，那后果不是本官想如何，而是诸位想如何。路途遥远，这话红鬼呢？不就是赵猛那个小可爱授意你们故意如此吗？违抗上命，一心与赵猛为伍，不愿听令，得罪不起赵猛，就来得罪我。大家是这么想的吧？我操，这扣帽子的能力，诸葛大人将我派来，简直是多余啊！自愧不如，自愧不如啊！侠大人，还请给个机会，高抬贵手。本来按照他们所想，虾仁就是个刚从门派里出来的小崽子，天赋不等于他有手段。对方在门派里的时候是亲传大弟子，天赋强悍，来了镇武台又能获得诸葛神风的青睐，平步青云。虾仁活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样子。有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知错了那就跪下谢罪吧。本官念在同人的份上，饶了尔等。实习过后未跪者，关门滚蛋。本官会找诸葛大人说明你们的情况，至于大人谅不谅解你们，那就不是本官能控制的了。门外众人抬起头看着虾仁，大鱼不兴跪拜，哪怕是见了皇帝也是作揖行礼。虾仁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他们，可有办法吗？没有啊，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跪着也得走完。侠大人，我王强错了。有人还在纠结，有人已经跪倒。那被打的领头男子跪的那叫一个快，这种事一旦有人带头，蔓延的速度极为恐怖。虾仁眼神漠然地看着这一幕，他但凡有一点示弱，这些人就敢骑在他的脑袋上作威作福。小人畏威不畏得，时息未至，门外126人皆跪倒在地，场面极为壮观。从此刻起，咱们这草台班子就算是搭起来了。不管诸位如何看待本官，现如今咱们就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诸葛大人为何将咱们这些人拧在一起？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在这镇武台，你我都是可怜人，被门派所唾弃。镇武台颜僚出身的人也看不上咱们，互相帮助，把这关过去。命只有一条，别把自己拴死。在这地方讲兄弟义气，那就是害了你们自己。大人，您这是？早些找人看看，别因为伤影响办事。场中大家看虾仁的目光从怨恨畏惧到服气，完成了3次变换。虽谈不上从此就死命追随，但谁也不会再跳出来。对在虾仁手下办事也没有抗拒之心，更没有人会因为虾仁的年龄就轻视他。多谢大人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干得好，咱们就多了一分立足之本。在那些看不上咱们的人面前，能够挺胸抬头；干不好，大家都得受处罚，就这么简单。请大人放心，我等必全力以赴。
老任将这些信息全部发给他们，拿到信息后给我散出去盘查，看看名单上这些人近期是否出现过。是大人，这等人物天生就是当官的料，没有官话，却字字句句直戳人心。将断刀堂的人单独摘出来，本官有用。大人，有灵符门的人找您。灵符门，将人带进来吧。大人，人已带到。大人，虾师兄，你灵儿，你应当已经知道门派内的事情了。来玩的话，我欢迎；但如果是劝我回去，那么就没必要说了。我离开门派时，师兄都还不是这样的，短短几天，怎么就像是换了个人？师兄，我知道你是一时生气，你听灵儿的话，跟我回去认错，父亲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天，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，我用得着方清正原谅？算了，跟你说不通，回去告诉你父亲，自逐出门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多说无益。送客。师兄，我亲自来找你，这说明我父亲有心让你回去。只要你回去认个错，之前的事就都过去了，门内也不会有人再提此事。你这样加入镇武台，父亲的脸面往哪搁？咱们灵符门将成为整个宁州的笑话，要顾及影响不是？师兄和父亲都有错，但也都不是什么大错，互相服个软就过去了。两人都在气头上，但师兄毕竟是晚辈，让长辈怎么了？首先我没错，其次方掌门的脸面跟我也没有关系，这一切皆是方掌门咎由自取。身为掌门不能做到秉公处置，身为师傅不能护佑弟子，成为笑话，他也活该。师兄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变成了这种模样，听我一句劝，别执迷不悟，当朝廷鹰犬，没有好下场。下场好坏是我的能耐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方灵儿面容气得涨红，他本以为只要开口，虾人就能跟着他回灵符门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都只是他以为。他凭什么这个态度？他的一身所学，他都是来自于灵符门，没有灵符门，没有父亲，哪有他的今天？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们灵符门也不是非求着你不可。你决定好要当朝廷鹰犬，那是不是得将你从我灵符门学的东西还回来？虾人，我凭本事学的东西，你说还就还，你配吗？何况你算什么东西？在这趾高气扬的方清正要是有种，让他来临水郡找我要，我在这等着他。方灵儿本还想说些什么，突然四周寒芒闪烁，抽刀声此起彼伏。只见院子当中数十人持刀虎视眈眈地盯着他。刚才方灵儿说朝廷鹰犬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不满意了。再说一句废话，我挖个坑埋了你，让你爹来刨你，信不信？本来看在关系还算不错的份上，往后还能当个朋友，没想到竟然顺杆子往上爬，给脸不要脸，还要让自己自废功法，简直可笑。他也配？该还的已经还了，没有我，三流门派都评不上，是他们先负的我。他真的会杀了自己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在宁州这小地方竟然出了个人才。虾人那边发生的事情一字不差地传到诸葛神风的耳朵里，他倒不是监视着虾人，而是怕虾人镇不住场子，出现意外。现在灵水郡镇武台和灵符门的纠缠，虾人都交上了完美的答卷，这让诸葛神风对虾人的信心大增。真期待后面这小家伙还能带来多少惊喜。大人，这是断刀堂弟子的资料。明天我就不来了，你把那群人盯好。诸葛大人要是找我，你就说我去公办了。明白，大人。在这灵水郡可是有2家不错的勾栏，你若是想解解忧愁，老夫都有贵宾圈。您这个年龄了，还能如此精力旺盛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正所谓心静则寿长，此当老夫颇有些心得。好了，此等心得，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请教吧。大哥，可是临水郡那边不顺。那个小可爱手段倒是不弱，老三，你说说，接下来该如何？绝不能让这小可爱有所建功。大哥，想要让他丢人倒是不难。我观虾人的性格也是以睚眦必报之徒，在灵符门他受了委屈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执掌权柄，那他定然会先拿灵符门开刀。咱们倒是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以灵符门之力让虾人折戟沉沙，丢尽脸面。到时候诸葛大人就会知道，一个毛头小子是靠不住的。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诸葛大人的暗探，此事若是败露，我等兄弟几人恐引火烧身。灵符门的暗探我知道是谁，此事好解决，但折他的面子还不够，最好能让他死在灵符门内。那此事必定可成。早知道他如此狼子野心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将他收入门下。早知如此，那日就不该因为威严的问题站出来附和林怀古。父亲，虾人已经丧心病狂，他竟然动手打我。掌门，各位长老，我去临水郡长的虾人讨个公道。胡闹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给我滚出去！别人不知道咋回事，他作为林和的父亲还不知道。林和要是去临水郡，那就不是挨一巴掌的事。
能不能完整的回来都是个问题。论真实实力，5个灵核绑在一起也不是虾人的对手。从前他在门派当中，我还能借助刑法殿长老权力针对他、遏制他。现在人家加入了镇武台，连方清正的脸面都不顾，还能忌惮我林怀古？这个时候还想为女人出头，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蠢货。见自己父亲生气，林和缩着脑袋离开了掌门殿。可林怀古不说话也就罢了，他一说话，正被此刻在气头上的方清正逮着。林怀古，这就是你做的好事，请掌门立，我要重罚你这贼子，屡屡逼迫虾人。现在好了，人被你逼走了，你满意啊？掌门要罚便罚，但这帽子你扣不到我的头上。虾人那是自逐出门，那时候你也在。我林怀古身为刑法长老，虾人残暴，难道做事不理？何况此事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？而你说我针对虾人，更是可笑。你知道针对当初为何不替虾人发声？你给我请掌门令，今日我非要和你算算这些年的账。请就请，有本事。掌门息怒，林长老你也少说两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咱们如何能平息此次风波，这才是最要紧的。大家还是莫要内讧。发布门派令，虾人意图背逆师长，为人残暴不忍。我灵符门从今日起正式将他除名，往后他所作所为都与我灵符门没有半分的关系，生死也和门派无关。还有，门内弟子绝不允许提他的名字，更不允许议论此事。若发现，严责。父亲，虾人他对我出手的事情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灵儿，为父是灵符门的掌门，当以门派为重。为了小可爱，如今已是镇武台之人。为了大局，当先忍耐，将来大局，什么都是大局。你女儿在外面受了欺负，你不做主，还在顾全你的大局。我要是虾人，我也要退门。难道我错了吗？虾人见过老堂主，老堂主安好。你现在是朝廷的人，用不着给我这老家伙行礼。今日来是有事吧？有事就直说，我现在也不好留你。小子前来是想和您老人家做个买卖。买卖？我和朝廷的人没什么买卖可做。这个买卖您一定有兴趣，赵猛的命，还有这些您的弟子的命。虾人，你好歹之前也算是门派的人，这么快就调转矛头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死呢，这轮不到你开口。老爷子如何？可有兴趣？方清正那伪君子才养出你这么个家伙，也是稀奇。是朝廷有所动作？人越活越成精，这句话果然不虚。上面下了命令，收回门派的区域权，并且还要派人进驻门派监管。狂妄！这权力乃是当年……这材料还真是不凡。奶奶的，跟你爹一个德行，老子还没说话，你们倒是嘴快。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是看到这一天了。不过没想到来的是你这家伙。现在镇武台大的不出来，让小的出来做事。大的出来，赵猛的命给不了您。如果您想谈，朱大人也可登门。呵呵，你这小子，那就开诚布公的说说吧。区域范围那玩意，对我断刀堂来说本身也无用。镇武台派人驻扎，我也能答应。我断刀堂可服从大禹律法，但镇武台不得插手我门派内务。还有功法方面，我要一部子品刀法。白了您嘞！等等，老爷子有这种条件，我还用得着跟你谈？东西给不了，第一个可以答应，其他您若是还有附加条件，那就算了。我来这是因为我需要政绩，也是给断刀堂一个机会。你这么没诚意，那就等将来诸葛神风带人来跟你谈吧。子品功法，这老家伙真是信口开河，漫天要价，一部子品功法比这老东西命都值钱。你在威胁老夫？无数刀客梦寐以求的刀器，竟然出现在一个念修的身上。老东西，本官登门后给足你脸面，老儿不死是为贼，厚颜无耻。你还想要子品功法？凭你那老骨头也配？跟你谈事，给你面子，我不想不谈的话，灭了你这区三流门派，也不过是抬手之间。今日本官就站在这两个选择，要不同意条件，要不整死我。只要本官活着离开这，避免你断刀堂满门，鸡犬不留。虾人，你敢骂我爷爷？来人！随着向哥大吼一声，四面八方冲进来许多手持利刃的弟子，将虾人的去路堵死。在老子的地盘指着脑袋骂老子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虾人，你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了？那就试试看看我今日能否出得去。虽然打不过这老东西，但是逃命还是够的。袭击朝廷命官，这罪名，呵呵，正合我意。拔刀，给我杀了他！都给老子滚回去！今日的事将嘴闭上，谁也没见过虾人。向天笑扫了在场的弟子一眼，
那些弟子立刻将刀归鞘撤了出去。在断刀堂，向天笑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威势。你小子够狠，还真想将我断刀堂灭了。罢了罢了，这世界现在是年轻人的，回去告诉诸葛神风，要求我都能答应。我断刀堂不过是个三流势力，也无心与朝廷对抗。老夫只想要这段刀堂，还是向家的做主就够了，功法什么的就算了，全当是给你个面子。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。说，但我未必能答应。他往后跟着你锻炼锻炼，这个面子你能给老夫吧？您如果就这个要求，那没问题。一言为定，向哥，据你协议，我和虾监察使签了。向天笑大手一挥，盖棺定论。他从头到尾也没想过要对虾仁动手，他是老了，不是傻了。走到那一步，就如虾仁所说，断刀堂将鸡犬不留。行了，拿着你的东西回去交差吧。将老，小子还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那些弟子是否能暗中交给我？这样一来，不伤害您的面子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帮你将那些不稳定因素清理了。那些人留在您这，百害而无一利。顺杆往上爬，大事已定。那些人给你也无妨，但有一件事不能商量，那就是你答应我的赵猛的命。那是自然，您放心，赵猛的命我一定亲手替您取了。老头对此事还真是耿耿于怀。不过这后院失火，对男人来说记一辈子也不为过。就如此吧，我嘱咐向哥，他会带着那些人去临水郡，人交给你，你想如何就如何吧。我老了，这天下是你们年轻人的，向哥往后跟着你，劳烦多加照看。向老您言重了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就这么答应朝廷的要求了？那宁州的那些门派往后如何看待我们？而且我为何要跟着他虾仁？不答应怎么办？今天那小子是逼着我做决定，稍有不慎就是灭门之祸。你就是个猪脑子，人家挖的坑你跳起来入。至于宁州的门派怎么看，想咋看咋看。你给我记住，往后你就跟在虾仁的身旁，我这老骨头还能撑些年，好好跟着人家看，跟着人家学。那小子念武双修，进展还能如此迅速，天赋之强，老夫前所未见。他又靠上诸葛神风，未来必不会趋于宁州这弹丸之地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你给我死死抓住，未来向家就靠你了，可听懂了？不懂，但您让我咋做我就咋做，这就够了。向天看着远处，长舒一口气。向哥性格直爽，不懂拐弯，但胜在听话。宁州资源匮乏，眼界狭窄，就算是从朝廷手里保住自主权，未来向家还是抱着这1亩3分地，世世代代也就是这样了。虾仁他傍上诸葛神风这般大人物，未来手指头里露些东西，都够向哥受用无穷。用这份人情换他提携向哥无本买卖，毕竟那家伙才20岁，前途无量。去将名册的人都召集起来，就说老夫有特殊命令吩咐，带他们去临水郡交给虾仁，无论是杀是剐，你都不要开口。知道了，爷爷。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我知道一件事就好了，爷爷不会害我。收拾东西，跟你爹娘告个别，滚蛋吧。爷爷，往后孙儿不在了，你要保重。滚球，老子没死呢。看着那小子跑起，向天笑抹了抹眼角。他这个年龄对什么名声啥的都不在意，只希望看着后辈能比他们更有出息，去见见更大的天地。方清正啊，方清正，伪君子培养出了个真小人，真是有眼无珠。虾仁要是老子的徒弟，捧在心尖尖，都怕他摔着了。虾仁，二爷让你过去一趟。好。五哥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赵猛因为你接下任务心生不满，想要暗通灵符门被告发，二爷很生气。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啊！正愁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要了赵猛的命，万万没想到赵猛先忍不住了，这下答应老相的事情稳了。他是城府郡监察副使刘泽，赵猛派他去灵符门，他弃暗投明来见了二爷，将赵猛的事情尽数检举。大人，坐。断刀堂的事情如何了？正要向大人汇报，断刀堂已经签署协议，他们只要求管理门派之权，那些触犯律法的弟子已经在来的路上。你小子有魄力，我还真没看错人。这难啃的骨头啃下，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。主要是诸葛大人教导有方。哈哈哈哈！你啊你，此事办得极好。待宁州事毕后，我会为你向上面请功。多谢大人。今日将你叫来，是城府郡监察使赵猛的事。因急生恨，罔顾律令。宁州的暗探是镇守使手中最隐秘的权力。从前赵猛作为诸葛神风的心腹，这些也多有涉及。最让诸葛神风恼火的是，赵猛看不清大局，在这种事上捣乱，损害的不是虾仁，而是诸葛神风，是整个宁州大局。如果不是被派去的刘泽转头揭发，说不准赵猛还真能瞒过我。罔顾大局，不知恩德，这种人留着也无用。虾仁，你带临水郡镇武台的人去，用他的命告诉其他人，背叛镇武台是什么下场。这是知道此事的人员名单，一个不留。虾仁伸手接过名单后扫了扫，在里面找到几个熟悉的名字，都是他临水郡镇武台的人，而且还有王强。有些人啊，给他机会，他真是不中用。
明白了，大人。刘泽谎称去找灵符门，还有些时日，你刚回来，先休息几天，何时动手你自己定夺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大人回来了。老任将所有在外的人全部叫回来，本官有事要说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可惜赵猛没和灵符门搭上茬，不然还真期待方清正那个伪君子会不会掺和到这种事上。不过还好有林家父子的事情在，灵符门迟早会上去。那个时候谁要是敢拦我拿人，那就不是私人恩怨，而是对抗执法，对方执法的结果死。大人，所有人都到齐了，辛苦。几日未见，诸位在外办差都辛苦了。按道理来说，本官不该在这个时候将你们召集起来，但其中有些人却是给脸不要脸。王强、赵三星、何志等7人，点到名字的都给我滚出来！赵猛的事情已经败露，诸葛大人有令，不日本官就带人去抄他的家，取他的人头，尔等作为他的亲信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大人，是没赵猛威胁我，不是我。这就是你的遗言了。对。你们的遗言呢？他铁了心要弄死咱们兄弟几个，杀了他，逃离宁州。五雷正天府。片刻后，消闪的雷光渐渐熄灭，只见虾人负手而立，丝毫未动。静阔的场地一片死寂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。真没想到虾人会这么强，动手的6人境界都在8品之间，那可是6个人呢。虾人境界是强过他们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的摧枯拉朽吧？韩指人头落地，挥手灰飞烟灭。十里扒外的下场都看到了，本官给过他们机会，他们不珍惜，但你们可一定要珍惜，下次可不会死的这么痛快。不管你们背后站着谁，谁给了你们什么命令，只要一天是临水郡镇5台的人，就给我把嘴闭严了。本官才是你们的上级，不管给谁透露消息，都等同于叛，背叛就该挫骨扬灰。当然，诸位若是有本事，也可以让你们背后的人将你调走。虾人充满压迫的目光所过，在场众人纷纷低头，不敢与之对视。都听懂了吧？谨遵大人之命。这段时间就不必调查，养精蓄锐，等着本官带你们肃清叛逆赵猛。虾人假以时日了不得，手段狠辣，心境果决，断刀堂都被他给拿了下来。诸葛神风不愧是世家出身，这看人的眼光确实强于我等。虾人要是我的手下该多好！诸葛神风被派来就是镀个金，对方迟早是要走的。等他走了，这镇守使的位置就空了。如果虾人是我的手下，凭借这种功劳，我能稳坐镇守使的位置。可惜没有如果。夜色已晚，我就不打扰崔大人欣赏夜景了。王大人，诸葛神风离开后，这镇守使的位置，呵呵，各凭本事。老不死的。拜见大人，往后我就跟着你了。向大哥不必多礼，该叫啥还叫啥。爷爷说了，不行。里面的那些人，我已经下药将他们迷了。进去将里面的断刀堂逆徒全部带走，关入大牢。大人，我爷爷来的时候让我问问那个小可爱啥时候能？明日咱们就出发，到时候你亲眼看着他死。咱们？你还要带人去？没错啊，明天我带你跟着一起去，不仅他得死，他的手下亲信也得死。万万没想到虾人有这种能力，公然对自己人动手，还能如此明目张胆。果然爷爷说的没错，虾人不是人，哦不对，不是寻常人。多谢大人。哦，对了，向大哥，快到门派大比了吧？没错，15天后。这次在哪个门派办？月影宗。哦，那正好了。大哥，方清正对虾人恨之入骨，只要虾人去灵符门，他会派人给我传信，到时咱们掩护他动手。没有被暗探发现吧？此事就我和方清正知道，绝无第3个人。好，我们4个结拜兄弟，就属老三你脑子最好使，你办事我放心。虾人，且让你再嚣张几天吧。老三，这次的事情你记头功，虾人死了，大人必定委我为重任，我会想尽办法为你谋个监察使的位置。多谢大哥记挂，小弟感激不尽。咱们都是兄弟，不说两家话，你忙碌这些时日辛苦了，早些回去歇着。大哥，你可千万不要记恨小弟，你不死，小弟没法出头啊。夏大人就是这，稍后我躲在暗处，等战斗开始后我突袭，如此必能一击攻城。您觉得这么可行？刘大人真不愧是出身月影宗，就依你说的办吧。遵命大人。这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两败俱伤，渔翁得利，有野心，有想法。不过待会就得看看他扛不扛得住打。算计我，天灵盖都给他掀了。大人，咱们何时冲进去？进去，让他们出来，不是更好吗？都退后。虾人感受着头顶传来的毁灭之气，露出笑容。
这已经是他目前冥符的极限。那日的符箓，他压制了大半年，今天无需压制，能活着出来，算他命大。卧槽！突然感觉手里的刀不香了，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百姓？谁家正经百姓会来赌帮？如果有，镇武台会赔银子，死他一个，开心一家。好有道理的样子。卧槽，这么强的虾人不是和我同境界吗？我修的是假的吧？夏大人，下官突然觉得偷袭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刘大人，你觉得你身处其中能活吗？夏大人神威，不愧得诸葛大人看重，下官必定不得存活。人贵在自知，不自知就容易盲目自信。大人教诲的是，待会您无需动手，不管谁出来，下官都能搞定。汇报上，下官会明确，这一切都是大人的功劳，还请大人高抬贵手。那就辛苦了。等待片刻，一直没有人出来，相哥就准备带人进去补刀。有刘大人在此，你急什么？咱们站着领功不好吗？刘大人，您说是吗？是，来人，给我进去看看还有没有活口。这家伙的奸猾，比起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六子，虾人，是你们！大哥，你的生命力还真是旺盛啊！夏大人此等攻势都没让你死在里面。叛徒，你个叛徒，我杀了你！大哥，你如今身受重伤，来个九品启灵境的人都能杀你，你如何杀我？城府郡往后，我会帮你照看好的，你就安心去吧。就在刘泽走到赵猛身前，准备动手结果他的时候，旁观的虾人猛地开口大喊：“不好，刘大人他有后手！”刹那间，千疮百孔，刘泽的眼睛瞪得棱大，眼中的光芒消散。赵猛根本没有什么后手，是虾人要他的命。刘大人啊！虾人瘫坐在地，捧着刘泽的脑袋，很是悲戚。周围的人都懵了，刚才一瞬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根本没看清楚，光听到虾人的声音。当视线转过去的时候，刘泽和赵猛已经同归于尽。赵猛这个小可爱，临死也要拉着刘大人垫背。如果不是我刚才用尽灵力，岂能让那小可爱得逞？虾人抱着那脑袋，挤出2滴眼泪，嚎得情真意切。相哥面容很是复杂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虾人咋就能哭出来？将刘大人厚葬，这里的事情本官暂掌，禀明诸葛大人后再行安排。是，虾大人。把这里处理干净，带我去镇武台。虾人脸上哪里还有刚才的悲伤模样，装了一下就行了。刘泽在算计他的那刻，就注定是个死人。今天他靠力量镇住了刘泽，那未来呢？对付这种人，还是直接杀了干净。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。额爷，虾人传来信息，赵猛等叛徒皆已伏诛，刘泽被赵猛拉着同归于尽。虾人请您立刻派遣新任监察使过去。赵猛拉着刘泽同归于尽了。虾人是这么说的，要不查账？人活着什么都好说，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之前因为没有监察使的补缺，所以立了个临水郡镇武台，现在有了，那就让他在那吧。人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唐总使对咱们的速度很满意，此事的头已经开了，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整个镇武台的事情，你们都说说有什么建议？大人说的有道理，下官有所建议。哦，崔大人请说。虾监察使开了个不错的头，其他郡也有了经验，此事不如就交给各郡去吧。如果他们碰到坎坷，我们这些副使出面，这样速度最快。但这样的不可控的程度更高，此事还是当稳妥些，毕竟不是每个监察使都有虾人的本事。3个镇守副使，崔进一派，王守义一派，张同纯混子。王大人此话有所夸张，我各郡的监察使的确不如虾人，但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他们这事都办不成。那咱们养这么多人有何用？总不能可着虾人一个人用吧？崔大人何必急切？诸葛大人说了，我们商量着来。本官也只是觉得此事不稳妥。两人从刚开始还算客气，到后来聊的已经有动武的迹象。明州12个郡，崔进在这时间很长，基层有不少的监察副使都是他的人，并且崔进与许多门派的关系都不错。王守义则不同，他也是外派来的。要按照崔进说的，功劳他拿不到多少，到时候向上评定功劳的时候，他岂不是很可笑？虾人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对。虾监察使在这方面有经验，咱们不妨听他说说。在各位大人面前，小子还年轻，不敢多言。不过我记得很快就是宁州门派大比，大多数门派都会去，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。你继续说，不要说空话，这事是咱们宁州镇武台的事情，大家都受益，放开了说。是大人，下官对处理宁州门派的大概想法就是，最大的用来拉拢，最显眼的用来立威，门派大比就是最适合立威的时机。向老爷子表态，加上我镇武台的铁血手段，绝大多数门派必会答应。那用哪个门派来立威？如何立威？月影宗他们门派也就1200多弟子，有150多人触犯律法，1/10还多，并且他还是这次门派大比的举办方。至于怎么立威，咱们抓走他们门派1/10的弟子，他们一定会反抗，反抗那就是谋反，谋反按律当满门斩决。满门斩决这4个字一出，别说是崔进、王守义，就连诸葛神风看虾人的表情都有些抽搐。哈监察使，
这月影宗和你可有仇怨？并无，下官只是觉得一个门派1/10还多的弟子都是罔顾律法、草菅人命，那这门派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，用他们来立威，恰到好处。当然，下官也是提个建议，如何定夺，还要看诸位大人。你们以为如何？大人，此事是否变数太大？那等场景稍有不慎，就是宁州众多门派共同对抗我们。这种方式效果的确显著，但风险也极高。假如那些门派没有被震慑，反而因为月影宗的惨况兔死狐悲，当场和镇武台爆发冲突，到时候就是混战。二位此次先行，不只是在咱们宁州，还有6个僻壤边境州同样也在施行。落于人后，那就是庸碌之辈。在镇武台，庸碌之人向上的路步履维艰，想要争为人先，就必须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。这件事就这么办吧，虾仁主导，你们各自将亲信调来，若成，大家都有功；若败，本官来收场。是，大人。都下去安排吧。本以为此事就会被采纳，也会经过删减，或者是更趋于稳定，没想到直接就这么定了。这件事办好了，就是你在镇武台立足的资本之一，未来也好运作，放心去办，无需顾及风险。我在宁州的门派还掀不起风啊。虾仁走出镇武台时还有些恍惚，诸葛神风刚才的言语给他带来的震撼不小，尤其是最后的那句话。虾仁翻身上马，准备回府邸，恰巧沿街的一行人引起了虾仁的注意。那些人穿着不丹王朝商队的衣服，但举手抬足间都与正常商队不同。与那领头人对视一眼，后者看到虾仁身上的官袍后，加快脚步，很快离开在虾仁的视线中。虾仁也没多理会，这里面肯定有蹊跷，但跟他没关系。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别没事找事，不属于你的事更别多事。掌门，这是本次大比派遣弟子的名单。主动参加的弟子比去年少了1半还多，心里没点比数吗？去年有虾仁，大家知道是去享受荣誉，今年不仅没有荣誉，去了还可能被其他门派的弟子明嘲暗讽。没人回答，方清正也知道为何，虽然他不愿承认，可事实摆在眼前。失去虾仁的灵符门堪称伤筋动骨，对门派的士气更是沉重打击。虾仁则是截然相反，今年的门派大比，灵符门就不要参加，去了也是贻笑大方。听到方清正的话，林怀古第一个附和。林和要是去了，结局反差，对他的声望也是沉重打击。方清正这么说，和他想的不谋而合。什么？咱们不参加门派大比了？怎么参加？谁去参加？凭联合去能获得什么？哎，明年咱们灵符门能获得的资源可就少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掌门就不应该对虾师兄那样。我可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之前不还说掌门对待每个弟子都平等吗？从宣布完不参加门派大比后，弟子们的议论根本无法控制。和自身利益无相关的时候，他们支持方清正，因为方清正说的太符合他们所想。但现在损害了自身的利益，人就会从实际出发。弟子们的变脸速度超乎上层的想象。爹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参加门派大比？我也能给门派拿荣誉。你能拿个球？这是为你好，不去就对了。真不明白你哪来的自信。可现在门派弟子都说我不如虾仁，对我的非议。你觉得你哪比虾仁强？做烟脏事比他强？我告诉你林和，虾仁走了，这门派未来的掌门必定是你。往后你给我少干那些肮脏事。虾仁本身就和咱们不对付，你要是这次被他抓住，我也给你擦不了屁股。虾仁在的时候，爹明明处处都支持我，可虾仁离开后，反而对我愈发的苛刻。儿呀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在意别人说什么，你要干的是韬光养晦，好好修行，将境界提上去。最近这段时间你就不要下山了，苦心修炼，好好和方玲打好关系，这才是最主要的，懂吗？林怀古苦口婆心地劝道。林和的自信，他这个爹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会有人弄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？明白了，爹。去吧，需要什么告诉我。这次大比正是撞咱们门派声势的机会。虾仁加入镇武台，去年我月儿排名第3，今年保2争1。宗主，有件事需要跟您汇报一下。说，田平村昨天不知因何被海月少主屠戮，有活口今天跑到咱们门派告状，将人处理了，别让消息传出去。是，可宗主，咱们周围的村子日益减少，这也不是个办法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万一引得镇武台那帮人……这是我会和他说的。至于镇武台，不必担心，这是咱们的区域，百姓也自然是咱们的百姓，只要不牵扯其他门派的人就没事。好吧，我这个刑法长老啊，形同虚设，门内大把触犯门规的弟子，根本无法按照门规执行。从前还好，这些年海月带头依仗修行，不把百姓当人，一件小事就混乱整个村子，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出事的。没事就度下去吧，还是那句话，在大比期间都留个心，不可让那些流言蜚语传出去。是。
拜见父亲大人。昨天田平村的事，父亲大人，此事乃是。好了，月儿，为父不想知道那些，但你要知道，这是什么时候不潜心修行，还在贪玩胡闹。这段时间，各大门派弟子陆续到来，你当为表率，约束好你的师弟师妹。孩儿明白，请父亲大人放心，这段时间我会管理好师弟师妹，让他们努力修行，在大比中获得更好的名次。正该如此。好了，快去修行吧，等其他门派的人到了，已随为父去迎接。是，孩儿告退。门派大比将开，此次我月影宗主办，尔等务必对内同帮共助，对外温润有礼，努力修行，为宗门争光。谁要是为宗门抹黑，休怪我不顾同门情谊。请少主放心，我等必定铭记在心。少主，田平村有几个活口今天来告状，霍长老都处理了，有个小东西正好碰上剑山的人来，让他给溜了。少主，宗主让您去迎接剑山的人。这就来，全力追杀，不能留活口。是，少主，明白了。没想到啊，肉身的进展会比刀精和精神力更快。虾人抬起手掌，隔空而握，空爆之音在他的手掌分明。他的肉体此刻已至7品眼神境圆满，只要精神力或是刀精熔炼的灵力到6品天人境，那肉身就会随之突破。大人，诸葛大人让您去教场。老爷子那边怎么说？届时全力配合。好，你将所有人召集起来，等我回来。宁州门派9恶，不遵王法，祸乱百姓。此事办好，我宁州镇武台扬名大于，诸君也将青云直上。我与崔进大人与诸君同在，正我大禹之法，扬我镇武台之名。愿为大人消死，愿为大人消死。此次行动共分3路，和岳郡监察使于父，你带1路；赵栾郡监察使周建，你带1路；城府郡监察使虾仁，此事为你提议，便以你为主。遭受月影宗残害的百姓，本官已经将他们集齐。大比那日，你领他们当着众多门派的面，揭穿门派虚伪的脸面，如月影宗拒不交人，剿灭月影宗，压服宁州各大门派。是，大人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斩尽虚伪之门派。好，行动。晨曦破晓，2日的时间一闪而过，镇武台大部队分散成3路，朝着月影宗进发。月影宗内浑然不知，各大门派在观看席上等待着今日的大比开幕。各位掌门，各位门派的代表，欢迎诸位邪门派精英来到我月影宗，如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多多见谅。宁州门派大比是我们所有门派的盛事，同样也是展现我们年轻一代的风采。不过修行有德，比试有规，比试当中断不可伤及性命，更不可断臂残肢。违反此规，比试者不仅取消名次，还要接受规矩惩罚。我辈修行要德行兼备，绝不能是强凌弱，更不能善恶不分，心性残暴之徒绝不可。宗内满是禽畜之辈，你还在此口出狂言。宁州门派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表里不一的人，才让百姓苦不堪言。成建3年，你月影宗范围内有村庄16，时至今日不足一半，百姓被无情屠戮，告到你宗门却被灭口。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也配在这谈德行兼备？宗主，诸位长老，虾人带着镇武台的人强闯宗门，山下的弟子阻拦，被虾人打伤。虾人，这是宁州门派大比，你现在并非门派之人，不配站在那。普天之下，莫非黄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本官身为镇武台监察使，占不得你这月影宗之地。海晋生，你月影宗是想造反吗？虾人门派周围地域划分，乃大禹和整个天下门派约定之事。你身为镇武台的人，连这都不知道，这是我月影宗的地盘。今日更是宁州门派大比的日子，你带人前来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来人告诉他，本官今日来是为什么？成建14年，月影宗弟子陈小卫酒醉，杀城府郡3员客栈9客14人，杀小二1人，玷污掌柜女儿，虐杀掌柜。成建15年，月影宗弟子。8日前，海月于田平村无缘无故暴起杀人，屠戮整个村子，幸存村民上告被灭口，尸体埋于月影宗后山下歪石旁。截至此刻，月影宗弟子共犯律法17条，犯法人数156人，证人在此，证物为尸骨。如此，这般。这些人皆是来自于你月影宗周围的村子，他们的姐妹、父母、兄弟被你月影宗的弟子残杀、侮辱。在过去的数年间，各郡中更是有数不尽的人命死在你月影宗弟子手里。海晋生，这就是你的月影宗，这就是你说的德行兼备。虾人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
将刚才提到名字的犯人全部交给本官带走，按律法处置。这些事就算是真的，门派范围内的地域百姓皆归门派管理。我宗门的弟子犯法，理应由我宗门处置。自古以来皆是如此，镇武台无权插手。是啊，这不是当初大禹定下的规矩吗？门派弟子犯法，门派会处置。今天镇武台的人来坏了规矩。哼，我看是虾仁被灵符门逐出，心生怨气，所以才弄了这出喂不熟的白眼狼。老夫对此事有所看法，要不我说说。向天笑作为整个宁州门派最年长的人，又掌握断刀堂这宁州代表门派，他一开口，其他人纷纷安静下来。我觉得门派范围这事啊，还是还给朝廷吧。咱们一群门派根本不懂治理，门派那些小崽子们仗着身份力量，欺脸太甚，有个鸡毛德行，都快成畜生了。反正我老头子看不过去，我断刀堂触犯律法的弟子已经交给下监察室按律处置，区域权力也交了，并且我还请镇武台的人进驻总堂监管。这么一整，别说那些小崽子规矩了不少，我觉得是好事，你们自己考量吧。犯法就应该受到惩处，没有威何来的劲？今天杀百姓，明天就敢杀同门，后天杀师长，将来全死囚瓦呢。向天笑说完，顿时整个现场陷入死寂当中。他们本以为向天笑站出来会替他们说话，结果倒反天罡。卧槽，佩服佩服，这老家伙站队是真站啊，一点不藏私，几乎就差指着脑门说我是镇武台的内应了。向老前辈作为宁州门派最年长的人，说话向来公道。今日那些触犯律法的弟子，你教是不教？向老堂主一个人，并不能代表整个宁州门派。我看你们镇武台是想要收回区域权，还想派人监管我们，做梦！教人不可能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些弟子，我们宗门内会处置送客。看来海宗主是要执迷不悟了，尔等也要和他一样嘛！朝廷应全滚出我们宗门！传令封山，月影宗弟子执迷不悟，抵抗镇武台执法，按照大禹律令，满门诛绝，动手！向老堂主这，你们荒鸡毛，镇武台是来灭月影宗的，你们老实待着，谁还能平白无故过来砍你？刚才我说的话，好好琢磨吧。这次镇武台是来真的，不低头就丢命，你们自己想吧。宗主，那群鹰犬是要灭咱们满门门呢。好，你们保护月儿，逃去元州，去找元州镇守使，我要控告诸葛神风。是掌门。虾仁，今天本该是我玉加身的一天，全被你毁了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海晋生拽起众人，借力一跃而起，磅礴的灵力宣泄，速度之快，肉眼几乎无法捕捉。顿时天空波动扭曲，在他们头顶上方，蓝色的光柱从天而降，准确无误的打在海晋生的头顶。是谁？今日没有本官的命令，谁也走不掉。是子品阵图，我们都被困在阵图当中了。不要啊！我不是月影宗的人，放我出去，我不想死。诸葛神风，你当真是要灭了我月影宗不成？背逆法律，便用你月影宗来告诉整个宁州，法就是法，门派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在大禹的统治下存活，反就是出名。我诸葛神风正式代表镇武台向诸位宣布，从今日开始，门派的区域权彻底取消，各大门派必须接受镇武台的监管，哪个门派不愿，皆可出手，本官一定会会诸位。请大人收起神通吧，我答应了。我也是，诸葛大人，我剑山愿意答应镇武台的所有条件。修行阵法的念修，而且还怀揣着这种宝物，境界不低于6品天人境后期，怪不得诸葛神风那日有底气让自己放手去干。正想着，身后一道寒气侵袭，虾仁转身一记刀气斩出。刀气主动送上门，那就跟你耍耍。大言不惭，生死斗又不是比试。刚才你已经将符箓全部都用了吧？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？手下败将，弄死你还用得着补？手段太多，弄死他虾仁都得思考思考用哪门。你说这气不气人？我消。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。你杀人不补刀，后果想不到。刚才的情景让诸位掌门、长老受惊了。我们镇武台啊，最不喜如此，但没办法，都是海晋生这条梁小丑。你们门派的罪徒，今日事后，各郡镇武台的人会上门去取，也可以押送到属地镇武台。请大家放心，我们对你们门派的管理没有任何兴趣，我们要的就是安稳。就像老爷子说的，有监管才能减少那些恶徒的出现，这对大家都好。没问题的话就签字吧。是，诸葛大人说的对，这是好事。向老堂主答应的事，我们也没意见。往后我们也会多加管束，绝对不让门内出现月影宗的这种恶徒。将灵符门长老赵志敬带过来。
夏大人，将灵符门的名单交给赵长老，放他走吧。听到虾仁的话，赵志敬错愕地抬起头，他本以为虾仁是想着辱他，没想到会让他走。多谢夏大人。哦，那你谢得太早了。回去给方掌门带句话，这名单上的人让他准备好，大势所趋，灵符门千万不要执迷不悟。但凡上面的人少一个人，今天的月影宗就是明日的灵符门。赵长老，你可听明白了？原来如此，虾仁是用整个灵符门来威胁方清正，让他亲手将林鹤抓住，然后交给虾仁。当年受的委屈，现在要加倍的报复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古人诚不欺我也。我听懂吗？当年被林家以门规限制，处处陷害的那个孩子，长大了不一样了。可惜啊，他们有眼无珠。虾仁看着赵志敬离开的背影，眼眸无波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这句话在他这不通，林家父子多年的明害暗线，可不是他们留情，而是虾仁有能耐走了过来。走到今日，此仇必报。现在正是门派大比的时候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掌门，月影宗被灭了，无意活口啊！你说什么？虾仁他带着镇武台去捉拿月影宗触犯律法的弟子，海晋生不肯，如此，这般。掌门，虾仁说了，他会亲自来要人，这名单上的人少一个，他就要让咱们灵符门变成今日的月影宗。方清正看着那名单，如果是以前，他定然会勃然大怒，更不会放在心上。可现在愤怒的话在嘴边，他说不出。其他门派都签了？签了。灵符门不能毁在咱们这代人的手中。掌门，我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，咱们就怎么办。你回来可有人看到？没有，我知道事情紧急，避开了所有人。好，你在这不要出去，我先去安排，到时候合力将林怀古控制住，再将林和擒下，其他弟子都好说。方清正爬起身，将那名单放入怀中，心中被后悔填满。如果当初他没有将虾仁收入门中，那事情绝对不会坏到这个地步。虾仁就是个祸端。虾仁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等文采。略有。那2道符箓我观你已经小成，这样的天赋，老实说我都羡慕不已啊。您莫要取笑我，今日我观您才是真正的惊为天人。我实力才不过6品天人巅峰，能爆发那强大实力，皆是因为阵图的缘故。而你不同，在我家中，你的天赋也足够耀眼。虾仁，你的前途不该拘泥于这小小的宁州。处理完这里的事情，我也该走了，到时候你就跟着我吧。大人能看得起我，是我的荣幸。我年长你15岁，你无亲无故，我一收你为义职，不知道你可愿意？命运抉择出现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请郑重选择。选择1，答应奖励精品宝物唱珠，吸纳怨灵，存于珠内，随取随用。选择2，拒绝奖励精品符箓，设令护身符，免疫攻击，同境万法不侵。侄儿虾仁拜见叔父大人。好，老五，你去安排一下仪式的事。仪式还有仪式？我们二爷可是来自中原诸葛家大禹圣祖的从龙之臣，二爷的父亲是咱们当今丞相，二爷的兄长更是咱们大禹最年轻的4品念修，天禄书院的少令。不是，那叔父你咋能来到这宁州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往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。老五老六跟我回去，虾仁你就留在这，将这处理干净。你可以晚些回来，将灵符门的事情一并处理了。看来这里面有故事啊！按道理来说，这种人物根本不可能来宁州，别说什么体验生活，对方的身份体验生活，那也是有下限的。宁州都已经是边州，这咋感觉像是被贬来的呢？刚才虾仁磕的是真用力啊，又学到了。等再见爷爷，我也要试试。相哥，这里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去灵符门，你回断刀堂看看你爷爷。咱们将来要是走了，下一次回来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多谢大人。你我二人不必客气，浩瀚天地，咱们将来也有机会出去瞧瞧了。刚好可以试一下唱珠。去，那唱珠腾飞而去，悬于空中，数之不尽的黑气疯狂涌入唱珠。与唱珠有联系的虾仁能够感受到那些黑色的气在进入一瞬转为灵力。就吸了这么些，灵力浓郁就比我自身多了4倍不止。那加上虚空凝符，卧槽，无限火力！你个小可爱疯了，滚回来！就是祸害老子东西的。这咋和我想的不同？不是啊，爷爷，大人拜诸葛神风当叔父的时候就是这么磕的。我寻思回来也给你磕一个。拜叔父，你仔细讲讲。如此，这般。你小子赚大了。从前我不明白，但现在我明白了。明白了，那你不赶紧滚去虾仁身旁？你回来看我作甚？赶紧滚！现在立刻马上滚！是。这次真是赚大了。
虾仁那小子心思机敏，有手段，有天赋，现在有人愿意拉他一把，假以时日，了不得啊！宁州出现了个了不起的小家伙哦。掌门，虾仁已经上山了。开中门，迎镇武台的人上山。虾仁纵马跨过灵符门的入口，慢悠悠地朝着刑法殿而去。这地方他生活了几年，熟悉的环境让虾仁露出玩味的笑容。他回来了，多日不见，诸位别来无恙啊！夏大人，灵符门触犯律法的弟子都在这了，一共13人。虾仁，你这悖逆人伦的小可爱，你敢动灵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哈哈哈哈哈！那林长老也得做个有本事的鬼啊！灵河在虾仁的手中被他无意散发的煞气侵袭，一股凉意来袭，伴随着些许味道。行凶者比被害人更胆小，更恐惧。恶心、有胆施暴、无胆承受的小可爱，将他们带走。是。你倒是个麻烦，按律法你罪不至死，可你不死，我心里又不快活。这样吧，本官给你个机会，你我生死战，你赢，我将你那小可爱儿子放了；我赢，你父子2人共赴黄泉，如何？此言当真？不当真，你又能如何呢？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林怀古。好，虾仁性格睚眦必报，老夫今日是必活不成。但能有这个机会，拉着这小可爱一起死，也是赚了。虾监察使，你要是闭嘴吧！我镇武台的人看着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方掌门就好好看着吧。小崽子，老夫至今都在后悔。若是早知你如此，当年就该下狠心弄死你。不过现在也不晚。我瞧这是什么手段？我怎么都不会。你去。方掌门，当初你让方灵儿找我说要收回我在灵符门所学，呵呵，这点你多想了，你教的我现在都用不上。灵符门罪图清除，往后传授弟子当谨言慎行，遵纪守法。若再发现，祸及门派。走。方清正怔怔看着虾仁离开的背影。虾仁当官，受诸葛神风看重，这些都没有让他感觉特别难受。但这一刻，他的心在绞痛。虾仁展现的手段，如果灵符门能够拥有，他灵符门说不定都能跨过3流门派，进入2流。方清正的名字更能和开山祖师并列，这种机会他错过了，这种弟子他逼走了，他悔啊！我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啊！振兴灵符门的机会就在眼前。我就这么错过了。方清正面色悔恨，双手死死摸着床榻，这种手段代表着什么？他太清楚了。灵儿，你去求救虾仁，为父知道错，只要他回来，为父愿意给他道歉。没用的，父亲，虾仁是绝对不会回来的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？你去试试，去试试。父亲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？掌门，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您昏迷了半个月，山下传来消息，那诸葛神风收虾仁为义职，人家是不可能回来了。方清正眼神中的疯狂渐渐消失，整个人满眼无神。他想要那种手段。拜见唐大人，当不得诸葛老弟如此大礼，你就是虾仁吧？虾仁拜见唐大人。后生可畏，本官知道你。此次宁州门派的事，你表现得非常亮眼，咱们镇武台就缺你这等少年才俊，你的功劳本官已经递上总部审批，这是我私人的礼物，恭喜老弟受了这么优秀的一个侄儿。多谢唐大人。今日本官恰好也是赶上，就过来讨上一杯酒，请。此次来这，一来是恭贺你收义子，但最主要是交给你一个任务。是何事需要您亲自前来？城阳公主。城阳公主，她不是1年前被送去不丹和亲吗？怎么是和亲？但这1年，城阳公主不仅没有和不丹皇子同房，在前不久还杀了那位皇子，逃离了不丹。那边的人追到宁州后，就断了线索。因为此事，陛下震怒，但公主毕竟是陛下的骨肉，一定要在不丹的人前找到公主。要是动了手，将公主和那些人留在大禹境内，必要时刻死活不论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虾仁忽地想到，那日他在街角碰上那群不同寻常的不丹商队，大概率那些人就是来找那个城阳公主的。诸葛老弟，此事可是陛下吩咐，你可千万要重视。唐哲在说完后，就带着随从先走了。今日本来是诸葛神风高兴的日子，结果来这么个活。他最不喜欢和那些皇室的人打交道，没想到躲至宁州还能掺和上。张彤，你带人在关口盯着，只要有疑似带着公主的不丹人出现，立刻上报。各郡的人都要散到县，任何犄角旮旯的地方都不得放过。最近出现不丹人死亡事件也查查，还有各郡的衙门，查到后不要贸然动手，起码要有镇守副使到场。是，立刻去办吧，虾仁留下。叔父，可是城阳公主的事要吩咐，这件事我有点头绪，可以去查查，兴许有线索。
我叫你留下，就是因为这件事。你回去安心修行，派人出去装样子就行。皇室的事错综复杂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谁也说不准。狗屁倒灶的事，沾上就是麻烦。啊，这是真叔父啊！大人，你简直是个变态！这半个月，虾仁遵循诸葛神风的话，连门都没出，不是在虐相哥，就是在修行不动明王，或加深符箓理解，精神力方面上升一个小境界，已是七品眼神境后期。武修方面，因为不动明王身的缘故，早就已经达到巅峰。那日堂总使送的紫品玄顶镇神符已修炼至小层了。现在的我，五雷正天符主杀伐，九幽玄冥符主诡异，玄顶镇神符主束缚威震，不动明王主防御震慑，还有一份任叔父的礼物，说是从皇城而来，真是期待啊！这位叔父堪称活系统。大人，诸葛大人，请您过去。知道了。一群废物，在咱们的地盘上还能打成这样，你这个监察使是怎么干的？滚出去！从此刻停职。要是公主找不回来，你就等死吧。大人，我错了，崔大人救我啊！渔夫查到城阳公主被不丹人抓住后，没有按照命令上报，贪公和不丹交了手，结果对方一个人没死，渔夫手下死了10几人，其中还有一个监察副使。那渔夫是崔进头号马仔，个人实力在七品眼神境后期，整个宁州都能排得上号的监察使，不丹人实力可以啊。张同那边已经定住，凌晨他们就能出关，今夜给我将他们拦下，不仅人要带回来，脸也得找回来，杀我的人就给我赔命。是。这叔父比亲爹都照顾我啊！麻烦的事不交给我，但是有功劳了，第一个想到我。张统死了，这似乎是个陷阱。看来诸位的目的并不是城阳公主啊！他得带走，你们也得死。要是待会有活着的，回去告诉你们皇帝，他的女儿将成为100万士兵的玩物，这就是被此盟友的下场。阵法保护好自己，先。卧槽，五感全失。这些人能在阵中来去自如，说不定他们身上有着什么能避开阵法的东西。虾仁赶忙利用唱珠将那人的灵力吸收，认真看起那些碎片的记忆。可在那记忆中，他看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人。五感尽失，这辈子不想经历第二次。公主在西30里外，这里我有数，你去，绝不能让他们将公主带走。诸葛神风，你这可是把你侄儿往火坑里推啊！被围攻的诸葛神风心神骤紧，对方连他收侄儿这种事都知道，这舞台有他们的人，地位还不低。皇帝无情，真不虚也。亲女儿说送就送，而和亲的目的只是为了偷东西，而如今因为这件事，镇武台死了这么多人，皇权之下皆蝼蚁。哼，自找死路。不动明王，朕谕。密宗功法。好强。你师父是何人？属何？想知道，回去问你爹。不说出你的来历，你走不了。12真法手印，贫僧绝不会放过你这叛徒。你给我等着！佛光普照，金身护体。这人哪来这么多的手段？天射罗，城阳公主呢？被一个会密宗功法的小子给抢走了。你先走，我去追。赶紧走！诸葛神风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城阳公主的事情回去再说。与我交手那人是谁？他是诸葛神风的侄儿，虾仁。虾仁，下次必取你人头。大人，这里有交手的痕迹，但没看见虾监察使的身影。立刻派人去追，找会符箓的念修来。虾仁就算没带走公主，他也不会出事。虾仁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累死我了！大人，找到虾仁了，在哪？他和公主在竹青郡外的那破驿站那边。卧槽，虾仁这小子还真擅长制造奇迹，面对天射罗依旧能全身而退，还能带走公主。走，去驿站。伤到哪了？没伤，就是灵力枯竭。多谢叔父大人关心。叔父，相哥呢？他怎么样？没伤，你小子，是我着急了，没查探清楚就贸然让你前去。相哥，你不用担心，伤不致死，已经送治治疗。属下身在镇武台，自当全力以赴，请大人不必自责。你和你对敌中可有一个年轻和尚？有，您认识那人？还真交手了，那是不丹国师的关门弟子，没想到你竟能和他匹敌。匹敌？您真是看得起我！我是利用您给我的符箓缠住他，然后一路狂奔逃命。但凡他腾出手，我就见不到您了。能逃也算是你小子的本事。行了，看到你没事就好，我先去见公主，让公主受惊，下官死罪。
公主不过是个工具罢了，神风书唤我名字即可。他是正武台的人。城府郡监察使虾仁也是下官的懿旨。替我谢过他的救命之恩。接下来我要去哪？请公主移驾临水郡镇武台，等上面来信，具体去啊，下官不知。来人，护送公主上马车。在这世道，女子本就为轻，皇家的女子就更不用说了。没失身给那皇子，却被今夜的那些不丹人，这次回去后，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忧尽一生。折腾一晚上，你还不赶紧去休息？叔父，我怀疑咱们这有不丹的人，虽没有什么证据，但我总感觉昨天晚上的事不对劲。你仔细说说。叔父，张大人行动向来稳健，绝不会贪功冒进，就算是被发现了，也有逃走的能力。可结果呢？全军覆没。在我看来，一定是提前有人将张大人的位置告诉不丹人，具体知道张大人位置的有谁，这个范围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虾仁没有说完，昨天晚上他在那些碎片记忆里看到和不丹联系的人是崔静，他知道，但他不能直接告诉诸葛神风，益州镇守副使和不丹密谋陷害自己人，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定性的。张同他没什么野心，只想守在宁州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可惜了，下一任的镇守使上面已经定了，王守义他是唐总使的人，这就难怪了，他急了。你回去休息吧。张同的死，我会给他要个公道。谋算自己人，万死难赎其罪。叔父注意身体，侄儿告退。这些时日，你若在宁州还有所事，就尽快解决吧。明白了，叔父。看来马上就要离开宁州了啊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虾仁趁着无事，疯狂投入修行当中。那日和天射罗交手后，虾仁内心有些变化。那次居然没能顺手干死他，努力的修行并不是要自我否定，而是这次没干成的事情，下次一定得办成。今天感觉咋样？好得很，已经感觉不到伤势。不过镇武台的大夫说，还需静养7天才能修行，也不差这几天安心休养，不要留下隐患。对了，你在镇武台医馆治疗时，可知城阳公主走了没？没走，据说城阳公主失了身，皇城那边也没说怎么处置。唐哲来了一次也没交代清楚，现在还在临水郡镇武台，而且诸葛大人记着那晚的仇，向唐哲申请报复，但唐哲拒绝了。听说两人拍桌子大吵一架。没想到这1个月发生这么多事，看来那位公主非常人也。本来被派去偷东西，偷到她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可她最后杀了皇子，还能从不丹的都城逃回宁州。皇家不养闲人，此言不虚。那崔进、王守义他们呢？他们都在养伤，没什么事。看来叔父那边还没有动手。走，我们溜溜街去。叔父，您有事派人吩咐就行，怎么亲自来了？这本是你当日拜叔父的礼物，因为这些事情耽搁了，今日想着无事就给你。你突破了，托叔父大人的福，侥幸达到6品天人境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20岁的6品天人境。要不是调查过虾仁，父母底细都正常，我都要怀疑他是某个大人物的私生子了。照你这速度，过些年恐怕我也无法指点你了。有什么需要的就找老五。回到皇城后，我会给你寻些天才地保佑。叔父，定下要走了。方才被你这境界惊得我都忘了正事，我已经收到命令，下月15护送公主回皇城。届时你就跟我一起走，皇城镇武台总部有宝库，到时我让老五带你将功劳兑换。你的任用等我定下后再告诉你。一切任凭叔父安排。行了，我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。诸葛神风站起身，看着虾仁难掩欣赏，这个一直他是打心眼里喜欢。叛徒已查明是崔健，3天前被秘密处置，过段时间会对外宣布，伤势过重不治而亡。我还以为没动手，结果人都已凉透了。这个蠢货听信不丹人的妖言，以为和不丹人联手将镇武台所有人杀了，他就能坐上镇守使的位置，无能之辈连累满门。崔进有野心，这没错，持续多年不能上位有怨气也正常，但相信异族的话，这就是他没脑子，歇斯底里的疯狂，只能让自己万劫不复。精品符箓，这拜叔父的礼物太重了，就算是叔父的家事，想要弄到这玩意，也定是费了不少的力气。行走的系统名不虚传，早知如此，当初认鸡毛叔父啊，直接认爹亲爹。时间飞逝，虾仁再度陷入修行当中。从诸葛神风离开的那天后，虾仁一步没离开过房间。成了，我成了！简直就是个疯子！灭修的精神力损耗成这样，轻昏迷不醒，
重的话可能灵智崩溃，从今往后成为活死人。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让虾人痴迷到这般地步？我修行了多久？明日就是护送公主离开的日子，你在房间里待了17天。虾人，你这种修行很容易将自己修废，以你的天赋根本用不着冒险，这太危险了。虾人愣了愣，在他的感觉中根本没有时间概念，他只想着再画一笔，再画一笔。这件事替我保密，千万不能让叔父知晓。知道了，明日就是出发的日子，我去替你准备洗漱东西，洗漱完早些睡觉，万不可再修行。掌门，虾人已经跟着诸葛神风离开宁州，据说是去皇城。掌门，咱们真的要离开宁州吗？如果可以留下，我也不想走。但咱们的情况你也清楚，朝廷针对，门派嫌弃，想要求活就只能变。门派再强也斗不过朝廷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带着整个门派依附朝廷。朝廷不好干的事我干，朝廷不能办的事我办。成为朝廷的狗，灵符门不仅不会打，还要在我手中振兴。为此，我方清正可以付出一切。你去将真正忠心的弟子筛选出来，其他的一概遣散，这是咱们灵符门最后的机会。谨遵掌门之令。我方清正会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没有虾人的灵符门仍旧优秀。我方清正靠的可不是一个弟子，靠的是个人能力。去告诉诸葛大人，前方有军队围堵。李玉然那个小可爱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本官奉命护送公主回皇城，肃王殿下何故阻拦？神风叔，这是本王的家事，不劳你费心。李玉然被送去和亲，竟敢谋杀不丹皇子，丢尽我皇家脸面，还想回皇城，他有什么脸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这肃王和三皇子是一母所生，也是三皇子的支持者。李玉然的兄长是二皇子，三皇子和二皇子争夺皇储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九哥如此咄咄逼人，究竟想要如何？听说你被不丹人给那个了，李玉然，本王要是你，早就自尽而死。你回来干什么？丢人吗？是死是活，父皇自有定夺。要不你把路让开，要不你杀了我。小可爱还敢还嘴？今日我就替父皇教育教育你。这皇子脑子有病吧？怎么神神颠颠的？命运抉择系统开启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请郑重选择。选择1，坐视不为。奖励：精品符箓木生万灵符，草木重生，遇伤康体。选择2，插手阻止。奖励：技能瞳瞳术，看破虚妄，不受幻境侵扰。这也能触发命运抉择，我选2。那巴掌悬停在距离里，晕染脸上2寸，再也不得劲。小可爱，你敢拦我？冲阵，给我杀了他！保护公主回皇城乃是陛下的命令，尔等动手就是违抗皇命。众人听令，随本官保卫公主，谁敢进犯，杀！简直是反了！从哪蹦出来这么一个愣头青？他竟然还想跟自己厮杀！他不知道自己是王爷吗？给我冲阵！我倒要看看你这奴才敢不敢动手！虾人一听，手掌隔空抓出一道符箓，随着那符箓成型，炙热的温度瞬间弥漫。卧槽，威胁谁呢？马车里的诸葛神风坐不住，他看出来虾人是真的要动手。当初灵符门暗探对虾人的评价一根筋，合着原来是真的。都给我停下！这就是你的奴才，他竟想对本王出手！李琛鹤，他是我镇武台的监察使，是我诸葛神风的侄儿。你再说句奴才，信不信我带你去金銮殿，直面陛下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问，究竟是镇武台的人是奴才，还是我诸葛家的人是奴才？李琛鹤愣了，惊了，他没想到诸葛神风会生这么大的气。皇子这个身份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冒犯，但对真正的朝廷顶尖权贵也没那么夸张。皇子又不是太子。本王。肃王殿下，我本不欲插手，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我诸葛神风，是不是离开皇城太久了，让你忘了我是什么人？今日你若不给我侄儿赔罪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，诸葛家跟你母族也没完。卧槽，这么刚的吗？神风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，贸然开口，还请见谅。肃王殿下，后自为之，通知队伍继续前行。你啊你，我该说你什么事好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看上了公主？叔父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讲啊，这可是没有的事。没有这心思就好。我以为您担心的是我冲撞王爷，没想到一个没有登基资格的皇子，冲撞也就冲撞了，有我在，他不敢光明正大的对你怎么样，暗中你留个心即可。咱们不会在皇城待太久，我主要是怕你另有想法。绝对没有。那就好，李琛鹤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但你这一动手就想要人命的性格得改改。这是皇城，不比明州，动手简单，但出了人命就不好处置。
即便是出人命了，也得占这个理字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一定得占理。我说的是尽量不下杀手。是我肯定占理。你给我滚蛋！这小子，二爷，小爷这性格和您年轻的时候还真有些相似。年少不懂事，给家中惹祸，现在看来可笑啊。但你说错了，虾仁这小子的性格和我年轻时可不同，他的胆子比我大，杀心也比我大，心思更果断。老五老六面面相觑，诸葛神风还是过于谦虚。当年他闹出的动静可是震惊大禹无数权贵，让整个大禹的势力几乎洗了一次牌。我以为是诸葛家的子侄，没想到就是在外任的一个门派弟子。王爷，诸葛神风对他很看重，事情要是闹大了，对您影响不好。诸葛神风和前太子的事情发生时，王爷还小，他根本不知道那家伙是多么的疯狂。玩死他，本王何须亲自出面，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？诸葛神风又能说什么？你去给聂海传的信，让他好好照顾一下这个小可爱。那李运然过了几周，很快就能回到皇城。等回去就有意思了。和亲派出的公主杀了丈夫，逃回国内，被不丹人玷污。有这种妹妹，他李少云还有什么资格跟三个争储君？3个月后，大禹皇城，当今天下综合实力最强、国土面积最大的王朝核心区域。我可怜的妹妹啊，是兄长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啧，这皇家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有个性，这哭戏比我是厉害的多。李玉然走下马车，看着他悲情的哥哥，脸上没有丝感动。在皇城多年，他还能不知道自己这个哥哥是什么性格？然而，是我这个当兄长的不合格，让你遭了这罪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一定会让不丹付出代价，一定。二殿下，神风说许久不见，你瘦了。嗨，敢问殿下，陛下可有什么命令？光顾着悲痛，差点误了正事。陛下有令，晕然就交给我。神风叔到皇城后，去宫中觐见父皇。多谢殿下。不必客气，这次若不是神风叔，恐怕晕然也不能安全归来。对了，神风叔，听说你从宁州带回一个青年才俊，是他从不丹人的手上救下晕然，可否为我引荐一番？见过二殿下。你就是虾仁，不必多礼。按神风叔的辈分来说，不必如此见外，何况你还对晕然有恩。这是一点小心意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。几周的事情我已听说，老九那个人了，活闹成性，你也算是体验到了。往后要是有什么事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殿下。二殿下，下官还要禁言，先带他们入城啊。神风叔慢行，有空随时去我那喝茶。破釜沉舟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等魄力，但你这一任性，给我添了不少的麻烦了。随我先去见母亲吧。大人，那日我是真没想到你敢对皇子动手。皇子也是人，是人就与你我没有分别，他也会死，他也会怕。臣诸葛神风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寿无疆，春秋万载。离开皇城8年了吧？多谢陛下挂念，8年已满。回来就珍惜好眼前的生活。南方那些人闹得不成样子，朕已和丞相议定，命你为南13州总督，军政大权总揽，代朕巡查。按道理来说，兄长在天禄书院将来必定接父亲了班，可如今将我从镇武台调走，这岂不是等于诸葛家一门两子都在朝政？父亲怎么会答应呢？这里面应当有问题。陛下皇好大，臣必定尽我所能。听说你从宁州带回个义侄，你这个义侄很有性格啊。陛下可是说他和肃王的事情？从不丹人手里救下玉然的也是他吧？是，陛下。青年才俊，下去吧。是，陛下，臣告退。出身僻壤之地，天赋异禀。陛下，要不老卢派人去查查？应该不大有这种可能，不过也查查吧，万一呢？你就是虾仁？有事。本官皇城镇武台监察副使赵伟，宁州镇武台有人举报你暗杀同僚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大人暗杀同僚？没有证据的事，本官怎么会亲自前来？废话少说，镇武台的规矩你清楚，查清楚，你是清白的，自然会放你离开。可要是拒不配合，那本官可以认定你心中有鬼，到时候动起手来，你就是畏罪抗法。好啊，正好我也好奇，谁能从宁州千里迢迢来举报我？大人，要不等诸葛大人回来再说。诸葛大人来也得遵从镇武台律法。走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留在这，我去就来，正好看看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呵，宁州有人举报，我信你个鬼！定与那李琛鹤脱不了干系。叔父说过，动手可以，杀人也行，只要占理。大人，宁州城府郡监察使虾仁已带到。本官是皇城监察使聂海，此番请虾监察使前来，是因宁州有2位统领来皇城上告，事关我镇武台律法，本官无奈，
只能请你当堂对质。聂大人不必客气，我人已到，开始吧。好，下监察使快人快语，干脆利落，带那2个统领上来。聂海大手一挥，2个男子被带上大殿。虾仁扫了一眼，别说，还真有些脸熟。城府郡统领牛奔、樊阔，本官已经将虾人带来，你们看清楚，当日趁乱暗杀你们监察副使刘泽的就是他。回禀大人，就是他。那日刘大人带领我们围杀叛逆赵猛，赵猛奄奄一息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可最后刘大人却突然蹊跷死亡。虾人说是赵猛最后使用某种手段拉着我们刘大人同归于尽。可事后我们查过，赵猛身上并没有那种手段的体现，反而他们的死法和虾人在月影宗动手时很相似。在宁州他只手遮天，背靠诸葛大人，我们不敢说，只能暗中跟着一路来到皇城，还请大人为我等做主，刘大人伸冤。虾人，你对他们2人的供词有何辩驳？之前本官怎么没看出你们这么忠诚？你被诸葛大人看中，我们不敢说，但我们对刘大人忠心耿耿。你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这么忠诚，那就跟着你刘大人一起下去吧。你敢？虾人，你敢当着本官的面灭口？来呀，给我将他拿下！将你们从宁州弄来陷害我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樊阔，你也想见刘泽吗？收了聂海什么放在哪，不用我告诉你吧。樊阔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，陷害我，你想好了？大人，我错了，是他们给我和牛奔东西，让我们诬陷你，他们还说能保我和牛奔升官。大人，我和牛奔没能被您选上带走，所以心中有些怨气，知道错了，您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都是被他们逼的。樊阔和牛奔对虾人的手段都清楚，所以来之前再三向对方确定能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了，答应的很好。可结果呢？见了虾人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牛奔就死了，虾人还是那个虾人，他不想死。构陷同僚，给皇子当狗，触犯朕五台律法的是谁啊？好难猜啊！你倒还真让我出气，本来只是想关你几天，但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虾人为掩盖在宁州的罪迹，将那2位忠勇统领残杀，事情紧急，本官不得已出手镇压。大人，你要护着我啊，我不想死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都想好了，动手可是会死人的。都给我上！既然你们动手了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不动明王震狱，不动明王诛邪，不动明王踏风。虾人，你给我死！玉器，血炼神剑，神火焚荒。不管啥时候得补刀。今日托大了，皇城的人和宁州完全就是2个概念。不过实力虽强，但是不敢拼命。二叔，你侄儿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？这是神火焚荒的气息。糟了，虾人在拼命。诸葛神风看着坐在废墟中的虾人，手里抓着聂海的首级，他悬着的心还是死了。疯子，来人，给我将人抓起来！等等，诸葛大人，你他是我侄儿，稍等。上一次是你诸葛神风，这一次是你侄儿，自己只是想好好保护皇城的安全，怎么就那么难了？将这里围起来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，将这里的尸体处理一下。这都是叔的侄儿干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说。2人立刻将聂海的事情抖搂得干干净净。刚才虾人已经没有战斗力，赵维可以轻松解决，但他不敢啊。谦儿，你送他回我的府邸。诸葛谦走上前，狠狠瞪了赵维和樊阔一眼。他虽第一次见虾人，可毕竟他也算半个诸葛家的人。诸葛家的门风向来是抱成一团。哎呀，这可……我会去见陛下，亲自陈述。这舞台的事还用不着惊扰陛下。拜见陆总督。皇城这舞台监察使带着手下被一个少年屠戮一空，十足的小可爱。总督大人，这里的事是……诸葛总督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镇武台的人，不论结果如何，这镇武台的事还是本官处理为好。可他还是我诸葛神风的侄儿，陆胜，皇城镇武台的监察使陷害我侄儿，这事我能管吗？诸葛神风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虾人的事情查清，我自会还他一个公道。呵，皇城监察使都是这个德行，公道何在？向京看着2位大佬针锋相对，往后挪了挪脚。这2人无论哪一个他都惹不起，一个世袭罔替镇武台总督，一个宰相儿子。叔父，这里的事情侄儿心中有数，您安心待着等侄儿回来，毕竟此事我占理。哼，你还没有你侄儿懂事。来人，将虾人带走，事情未查明前，不得苛待于他。这2个也带走。诸葛神风看着虾人的背影，想到虾人被陷害，胸中一口郁郁之气难说。要不是他带虾人来皇城，哪有这些事？这里面牵扯着皇子，他不去皇宫，他心不安。陛下，诸葛神风求见您。何事？如此，这般。这种性格倒真是像啊，
朕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你去一趟看看那个虾仁，顺便告诉诸葛神风，虾仁是镇武台的人，镇武台有镇武台的规矩，情不能凌驾于法。遵旨，老奴告退。总督，各位大人，关于皇城镇武台命案一事已查清，确认是聂海被九皇子指使，故意陷害虾仁。总督，即便虾仁是被陷害，但他做出亵渎整个皇城镇武台事件，这位大人，请问我不动手，难道就站在那等着被人砍吗？我不保护证人，能还我清白吗？你是不是跟那个聂海一党，还是你也听命于那个九皇子？胡说八道！我跟九皇子非属上下级，何来的听命一说？你仗着诸葛家撑腰，不要太嚣张。不提诸葛家，敢问大人，我犯法了吗？按你说，我自保也不行，就得死了才行。我没这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什么意思？庶子狂徒，无礼至极。哼！那人将脑袋别到一边，不再说话。虾仁犹如疯狗，逮谁咬谁。陆大人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们都下去吧，虾仁你留一下。总督，苏公公来了。苏公公都来了，看来是陛下有旨意。陛下听说皇城镇武台的事情，让老奴过来看看，没打扰到陆总督吧？无碍，事情已经查明，虾仁被陷害，为了保护证人，无奈才动手，人证物证都清楚。就是虾仁。苏林走近后盯着虾仁看了看，没有人察觉到他的手颤抖个不停。不愧能被诸葛神风看上，陆大人，年轻人从宁州来皇城不容易。苏公公说的是，这老太监显然是在替虾仁说话，两人难道有故？可看着也不像啊。行了，老奴这就回去回禀陛下，打扰陆总督了。诸葛神风已经调任南十3州总督，管理军政民生，部署镇武台。你作为他的义侄，是想跟着他离开镇武台，还是留下？命运抉择出现，每一次选择都是命运的转折，请郑重选择。选择一，跟随离开，奖励精品符箓，木生万灵符，草木重生，玉伤康体。选择二，留在镇武台，奖励紫品灵剑，品质精良，可为炼化运用。叔父离开镇武台，成了真正的官员，跟着离开，那么我自然也会成为正式官员。可问题是，真正的官场太费脑子了，我还是更适合留在镇武台。何况无论我在哪，我和叔父的关系不会变，他的恩情还不完。下官想留在镇武台，管理民生，全力争夺。下官能力有限，无法帮助叔父分忧，还不如给叔父省点事。哼，你那个叔父愣头青，一根筋。你比他聪明，也更看得开。你既已决定留在镇武台，本官有话就直说了。你从宁州来，虽为诸葛神风一职，实际和各方权贵没有丝瓜葛。镇武台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建立的初衷是为制衡门派，追捕触犯律法的修行者，可现在都快成为权贵的走狗。你杀了聂海，就接他的班，任皇城镇武台监察使，干得好，奖励翻倍，并且将来可以许你外放总镇守使；干不好，皇城势力繁杂，权贵无数，你清楚后果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接受，我会按照功劳将你派遣他弟，按部就班。命运抉择出现，选择一，留在皇城，奖励紫品阵法，符灵阵，阵法不成，给宿主境界低微者灵力压制1半，给宿主境界高强者灵力压制1/3。选择二，外派离开，奖励紫品符箓，吹羽寒剑符，吹羽化剑，雨落血浆。我愿在皇城任监察使，但有一件事需要请示。说。能杀人吗？法理当中以杀止杀，但你要清楚，我不是你叔父，我的目的就是镇武台的利益，只要符合利益，镇武台就是你的后盾。要是你的个人恩怨，那和镇武台无关。了然。商好后来见我，到时候一并领取你的奖励。皇城监察使，正所谓天子脚下官难做，风险很大，但风险也伴随着巨大的利益，系统的次数和奖励也会更多。小爷，二爷在旁边的马车上，不便现身，咱们回去说。二叔，您这侄儿可真够大胆的。哎，虾仁哪都好，就这点。哎，年轻人有个性是很正常，但他太有个性了。陛下，像太像了，和13年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老奴有一刹那还以为13年。这么的巧合吗？老十三，你将那孩子送到僻壤之地，想让他远离朝堂，可没想到他自己转了个圈回来了，这就是天意呀。他知道些什么吗？全然不知。派去宁州的人，让他们尽快回复。陛下，要是身份查实，那小王爷的身份，苏林，你应该知道，要是让那些老家伙知道老13还有儿子，他会是什么下场？若是真，他的身份也不得公开，亏欠老13的，朕会弥补这个孩子。
他的天赋如何？从宁州出身，15岁开始修行，半年前还是7品眼灵初期，时隔半年跨过1嘎境界，更能杀死6品天人境巅峰的孽海。朕倒愈发相信他是老13的种了。继续查，要快，要清楚。老奴遵命。等等，陛下还有什么吩咐？李琛鹤呢？你替朕去敲打敲打不成器的家伙。怒！你呀你，折腾这么大一圈，你儿子还不是回来帮朕了？什么？他将聂海给杀了？不止啊，殿下，聂海的亲信手下全都死了，血屠镇五台，而且事情已经查清，您和聂海那个虾仁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殿下，三殿下来信，让您和虾仁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陆胜去找过三殿下了，他对此事很不满，要是再动，恐怕这事情要闹到陛下那。苏东莞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奴拜见肃王殿下。您这是？陛下，老奴是看着您长大的，有些事适可而止，您可千万不要误入歧途，否则悔之晚矣。这是父皇的警告。老奴顺带路过，想念殿下，如今看到殿下一切安好，老奴就放心了。都是李家的血脉啊，到时候真闹得不可收拾，李琛鹤死亡的概率一定比虾仁高。皇子有很多，但虾仁就一个。当年钱太子和诸葛神风两人你死我活，满城风雨。为了安抚诸葛家，太子尚且能分，更何况李琛鹤这个不重要的皇子。胡闹！你可知这个皇城监察使有多复杂？你就敢答应陆胜？叔父，你说的那些我都清楚，但你得相信我不是。你收我为义侄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聪明才智？没想到名满全城的镇武台屠夫，如今是这般模样。她是我大哥的女儿诸葛谦，按辈分算是你表姐。谦儿表姐好，多谢你的那瓶药。不用客气，你虽是我二叔的义侄，可看我二叔的模样，你和我诸葛家的人没区别，都是一家人。好了，说正事，虾仁，不是叔父不相信你，而是这里的水太深。光是那些皇子王公就数不尽的麻烦，你的能力我清楚，可那陆胜是想把你当道。诸葛神风苦口婆心的解释，令虾仁内心感动。他前世今生也没感受到的父爱，在诸葛神风这体验到了。叔父，放心吧，我必定活到100年后，给你养老送终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你非要干我也拦不住，但你记住，干不下去随时走人。诸葛家养得起你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去天路书院，或者跟我走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也不止这一条路，听懂了吗？虾仁撑着身子下地，对着诸葛神风跪倒在地，连磕3个响头。这次不是出于奖励，也不是有所目的，完全发自内心。叔父大人放心，侄儿自有定夺。伤势还没好，你老老实实在床上待着吧。二爷，城阳公主来开小爷了，请公主进来吧。夏大人可好些了？回公主的话，下官伤势已经不碍事，多谢公主记挂。都是因为我的事才引起的夏大人遭难。公主这可使不得，护送公主是下官的职责，理应如此。诸位可否暂且离开？我有几句话想和夏大人单独说。就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了。公主，我被送去不丹和亲，是父皇要不丹的国宝，据说是超过1品的修行者所留下的毕生凝结之物。我偷的时候，其中有2颗，一颗给了父皇，剩下的这颗对我也没有用，就给你吧。卧槽，超过1品！公主，这夏仁，明日我就要启程去往不丹，多谢你救了我。无论如何，请不要拒绝我。去不丹？是啊，去不丹，嫁给那皇子的父亲，也就是不丹的皇帝为妾。人的命怎么能苦成这样？多谢公主，好好养伤。公主，不论身处何境，活着总会有机会。多谢。诸葛神风看着两人的模样，脸色涨得通红，直接怒气冲冲走了进去。二叔，我咋觉得城阳公主看上人弟了？卧槽，表姐补的一手好刀啊！叔父，你听我说，叔父，我还带着伤呢。翌日，李韵然启程去不丹。公主请留步。此人是镇武台显突者虾仁，他就是虾仁。公主此去意图长路漫漫，希望这些符箓能帮得上公主。谢谢。朋友间当互相帮助。朋友，大人，我刚才看过了，那些护卫里没有什么高手。你想要公主，我去杀了他们，给你把公主藏起来。你的想法挺好，下次别想了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诸葛大人在等你。卧槽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问呢。这倒是个奇迹。你带我去给他送份礼物。给他？是啊，给他。镇武台传出消息，他已经被陆胜看中，认为皇城镇武台监察使诸葛神风将被调任南13州军政总督。他是真把这个家伙当亲侄看的，先接触接触吧。
我知道你去做什么，你这小子。叔父慧眼如炬，你的伤势看来恢复的不错，下个月我就要去南方任职，这院子就留给你住着，老五也留给你。你人生地不熟，他在皇城多年，也好相助。不可，叔父，你在南方任职，不也是人生地不熟吗？五叔和六叔跟在你的身旁，比在我这作用大。小爷，我们都是诸葛家臣，兄弟一共11人，我跟在您的身旁，4个会跟着二爷去南方。好吧，见识短了，就这样定了。明日你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去见老爷子，上香认族。小爷，您是以一职身份认族的，还是头一人？从前也有外姓人入族，但那都是和家中小姐联姻。小五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叔父，这是怕他不在，我出事后诸葛家不理会，多谢叔父。行了，就这么着，明日谦儿来带你去。诸葛神风的心爱之人已逝，此生也不打算娶亲。虾仁在他眼里与子嗣并无不同，虾仁选择了正舞台这条路，那诸葛神风自然要为他加码，尽力扫平路上的坎坷。认族后，皇城各方权贵都会给虾仁3分面子，他也能安心去南方上任。